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那你有没有发现啊？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呢，都会被媒体的这个耸动标题给恐吓一下。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即将减半，马来西亚华人快要跌破20%，甚至呢，还有人说啊，华人呢会在马来西亚消失。每当呢这样子的报道一出来呢，就会让很多的华人呢这个焦虑指数爆表。华团领袖呢都会站出来呼吁啊，要华人呢要努力生小孩，不然啊就未来堪忧。甚至呢还有人呢焦虑到建议政府要开放一夫多妻。难道我们就是为了必须要复兴华人伟大的民族事业，需要努力生小孩吗？难道我们华人女子就必须要卷起袖子当这个生小孩的机器吗？增产报国 ，Hello。其实呢，当我们在担心呢华人会在马来西亚消失的时候啊，其实马来人也有类似的焦虑感哦。那最近呢，槟城的马来人协会啊，奔闷浪呢就说啊，冰岛的马来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呢，他们要政府将乔治市一片40公顷的土地呢发展成马来飞地 （Malay Enclave）。那计划呢要引入1万名的这个马来人定居，借此呢来增加当地的马来人口。还有，之前呢马哈迪呢还曾经跑出来说啊，马来人即将在10年内消失。所以呢，到底是华人先消失嘞，还是马来人先消失嘞？印度人在旁边讲说喂，你是不是感到既焦虑又恐慌嘞？别担心，数据会说话。我们今天呢就跟着数据呢一起来找答案，看看呢马来西亚的华人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少。马来西亚第一次的正式人口统计呢，是在英殖民政府的时期啊，当时候在1871年，针对海峡殖民的槟城、马六甲还有新加坡进行的人口普查。当时候的马来人和华人的比例呢，分别是47%还有33%。但是呢，之后啊，华人就开始慢慢的增加。1881年的时候呢，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人口已经超越了马来人。其实呢，一般而言呢，受英国殖民影响比较深、经济活动比较多的地方呢，华人通常呢都会比马来人多的。比如说1980年的吉隆坡啊，有1半的人口是华人，达到50.1%，而槟城的华人人口呢，更是长期的保持过半，并且呢是在1957年达到57.2%的这个最高峰。直到了2000年的时候啊，槟城的华人人口比例才开始滑落到50%以下。但是呢，当地的华人依然还是比马来人来得多啊，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呢，槟城华人比马来人多的这个说法呢，一直都是马来西亚华人重要的人口指标，并且呢有政治上的意义。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整个马来西亚。1947年，也就是独立前的10年呢，当地的华人人口比例呢是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也就是38.4%。但是呢，独立之后啊，华人的比例呢也逐渐下降，从1/3滑落到1/4，再从1/4滑落到今天的22.6%。甚至呢，连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这个Penang啊，当地的马来人口呢，也在2022年的时候呢，首次超越华人，马来人正式取代华人，成为槟城最大的族群。那听到这里呢，是不是觉得我们好像是在这边啊散播种族焦虑嘞？乍听之下，感觉我们华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讲办，稍安勿躁。华人呢只是比例上减少而已，我们的人口数呢其实依然是在增加当中的。华人呢已经从1947年的180万啊，增加到2024年的690万，足足增加了510万人。只是呢，华人的增长速度不如马来人或者是土著快而已。那为什么呢？华人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呢？那因为呢，华人呢越来越少人要生小孩。其实呢，在马来西亚历年以来啊，马来人的生育率一直都是最高的，华人的生育率则是最低，而且呢还在不停的滑落当中。根据统计呢，2022年的马来人生育率是最高的，达到了2.1，意思就是说，平均每1位马来妇女生育2.1名子女，而华人的生育率呢，则是低到0.8，平均呢每1位华人妇女呢生育0.8名的子女，连完整的一个小朋友都不到啊，阳公喽。所以呢，这样子的生育率呢，会导致什么样子的影响呢？那一般来说呢，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名才可以达到世代更替的水平，这就表示呢，马来人口总数呢是不会下降，但是呢，华人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呢，就有议员分析说啊，2021年和2022年的
华人死亡率呢，其实已经高过了这个出生率，也就是典型的生不如死啊。出生的这个华人数量呢，抵不过死亡的数量，所以呢，可以推测啊，目前的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以后不会再增加，反而会开始逐步下降。不过呢，少子化呢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啦，这个是全世界呢本来就会面对的这个问题，也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这个专利而已。那因为呢这个城市化啦、经济压力啦、教育啦、文化的改变啦、妇女地位还有自主权的改善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呢选择不生小孩。或许我们是不应该用民族事业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这个文化转变以及个人选择，你说是不是呢？虽然呢，马来西亚政府呢并没有公布华人移民到其他国家的资料，但是呢，国际上依然可以找得到相关的数据哦。比如说，根据这个 IPUMS， 也就是国际微观共享整合数据的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2010年期间呢，马来西亚华人的这个外流人数啊达到87万人。另外呢，也有一份研究呢，透过了这个官方发布的人口增长率和普查，计算出了这个马来西亚华人的移民数量，从1957年独立到2010年之间呢，马来西亚华人的这个外流数量是高达113万，也就是呢，每6位华人呢就有1位选择移民。连世界银行的报告也说啊，人才流失是马来西亚华人需要正视的这个问题，因为移居海外的百万华人有超过1半啊，去了哪里？去了哪里？去了隔壁，就是新加坡啦。所以呢，如果啊华人的这个移民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呢，2030年的时候啊，马来西亚华人的比例将会跌到只剩下19.6%。而已。好了，讲完这个有点恐吓性质的这个数据呢，就让我们来平衡一下。如果啊，我们跳脱出马来西亚去看看其他的这个东南亚国家呢，其实你会发现呢，我们的邻国也有很多的华人移民到其他的国家的。根据估算，自从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啊，从东南亚国家流出的华人大约有300万人，其中呢，新加坡华人流出26万，马来西亚华人大约100万，菲律宾华人呢则是7万，印尼华人呢是13万，泰国华人呢70万，而越南、辽国还有柬埔寨的华人呢，总共一起流出了70万。而东南亚华人呢，移民的国家呢，都是美国啊、英国啊、澳洲啊、新加坡啊等等的这种发达国家。那这只是国际上非常常见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移民趋势而已。那首先呢，我们就得面对一个现实啊，那就是到目前为止，sekarang ini啊，马来西亚呢依然是一个种族政治优先的国家。你的种族还有你的宗教身份呢，很大程度上呢是决定了你在政治还有资源分配中的影响力。虽然我们实行的是1人1票的民主选举制度，而我们马来西亚的宪法呢也是阐明人人平等，但是啊，当华人人口比例下降的时候呢，华人的选民比例自然也会跟着减少，华人占多数或多元的选区呢也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用传统的这个种族政治的游戏规则来举个例子啦，假如原本呢有50个华人占多数的这个选区，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选出50位华人议员来替华人发声，影响政府的政策走向，人多好办事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啊华人的比例减半，那么呢华人选区还有华人议员呢也会减半，这样子一来呢，华人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自然也会被 discount 啦哈，就会减弱了。即便我们撇开政治不谈哦，华人人口的减少也一样呢会影响着华人在经济还有文化上的参与度。比如说参加华人文化活动的人数啊，华文学校的这个学生啊，做生意的华人呢都会逐渐减少。最后呢，华人社群的凝聚力还有文化的传承呢都有可能被削弱的。那么我开口闭口都是华人这样子啊，你是不是已经感受得到这个种族政治很爱制造的对立和焦虑感了呢？刚刚就是最典型的示范的。不过呢，负面的话呢说太多了，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些正面的例子吧。如果呢某一天呢华人的比例低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呢，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也会越来越难运作。因为当国家的这个族群比例处于人数悬殊的状态的时候呢，那就代表着种族政治常用的这个焦虑和危机感都会失灵啊，都已经降少了吗？有一种要摆烂的感觉。所以呢，大家也就会很难的被煽动说啊某某族群呢会失去地位啊，会威胁你啊，甚至会消失等等。那毕竟呢，种族政治所制造的这个假想敌都已经消失了，还有什么好怕呢？或许啊，这样子未来的马来西亚就可以更专注的真正符合普世价值的体制改革，避免再被政客的种族思维带着走了。这个说法你怎么看呢？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其实呢，无论是华人要多生小孩，还是槟城要建设马来飞地哦，这些倡议的背后，都是建立在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之上。难道我们只能够透过策略性的增加人口这种手段，才能够缓解我们马来西亚人内心的这个焦虑和恐惧吗？还记得我们之前有做过的这个题目吗？用200年打造的种族恐惧，非常值得一看。还没有看过的话呢，等一下马上点来看。马来西亚当前的人口统计还有种族的分类呢，其实是从200年前的殖民时期就开始的了。当时候呢，这片土地上的人口非常的多元 ，but 就是殖民者很粗暴还有很简化的方式来分类我们的人种，由他们来决定谁是华人，谁是马来人，谁是印度人，并借此来分化我们，来巩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控制。而我们竟然到今时今日还在沿用着这种分类，甚至还有人不断的强化它。所以，我们荧光笔呢，真的很希望啊，未来的某一天，马来西亚呢是真的可以摆脱这一种数人头的种族政治，让我们一起迈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共荣的美好未来吧。当然，我们也知道路还遥远得很，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抱持着希望，并且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的。非常感谢你收看今天这支影片。如果你有任何的看法，想要跟我们有意见的交流的话呢，请在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我们是 Highlight，下支影片再见啦。